嗨，大家好，我是 Horace，欢迎来到频道。今天跟各位组装的是Sugo16这个机壳。那我去年介绍它的影片的时候，有讲过它可以塞 D15。那我今天就是来跟各位兑现这个承诺。那我会连同120水冷与 U12A 的测试一起带来给大家。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打开原厂外箱后，有泡棉保护与背件包，左右的侧板模具几乎相同，只有插在透气孔。那这一点等一下改装会用到。它的前面板的有渐层的大小孔洞的变化，那两侧与顶板都有滤网的设计。那对于白色来说，黑色滤网是有点可惜，基本上没有滤网会更好看一点。顶置面板有两个 USB， 并没有 Type C 的前置。那有一个复合的音源接口，电源有同心圆的纹路。那打开前面板，你可以看到显卡的槽位是完全破孔，方便安装。另外一侧有显卡支架，但电源侧也有橡胶的支撑。后端的显卡只有两个槽位，不过可以支援到50 mini 厚、275 mini 长的显卡。对于一个13升、280 mini 长的直插机壳来说，是相当的难得。但毕竟 PCIe Gen 5的延长线基本上是连个影子都没有，或许直插设计也是未来的主流。那接着我们把 ZX-1 的零件移植到 Sugo16上面。首先要注意它的顶板与底板是完全不可以拆的，所以你的主机板安装前要建议把所有的线材与风扇线都装好。那 SFX 的电源供应器其实会侵占到记忆体上方的领空，所以我这边先安装120的水冷。那接着我把两颗 A12 夹着120的水冷排，那显卡是用6800的公版，如图所示，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隙了。虽然我在安装后是并没有留下刮痕，但如果你会在意的话，我就不建议你这样去冒险。其他的散热测试一样是老朋友 10700KF 跟 6800XT， 风扇都是全速运转 A1225 已经达到了2000 RPM， 那6800一样是1800转，室温26度， CPU 的温度已经达到了94度，基本上双烤这个水冷是不在选项内了。如果你要上170瓦以上的 CPU 功耗，那你必须就要用后冷排。接着我换成气冷的 U12A， 结果风扇还是被电源模组线卡着，所以你只能反装，从后侧吸风，前面板排风。如果你有看过某个快1500万订阅的 YouTuber 来开 Sugo16 的话，那其实风道设计是一样的。这一次测试时室温是28度，我 CPU 单烤的温度为82度，两者相比算是比之前好了很多。要注意我这次的 U12A 其实只有装一颗风扇而已。不过换成双烤后10分钟内 CPU 就破百了，直接终止测试。不过这也代表我 CPU 还是吃到了显卡的废热，所以我又塞了一个薄扇在前面，来确保 U12A 可以吸到足够的新鲜冷空气。结果 GPU 双烤5分钟内就破90度， GPU 的热点直接送到106度。虽然国际媒体已经没有几个人在理睬热点温度这件事情，不过我还是不测了。因为之前我测的时候，显卡的顶部都是凉凉的，这一次顶部直接热气四溢，代表显卡产生了热气的自体循环。那最后的解法就是把电源供应器反装，然后把薄扇装在这里，盖上侧板，加一个侧板的排气，再进行双烤的测试。半小时后 CPU 的温度是95度，显卡的温度是80度，热点一样是95度。这个时候 CPU 的功率为171瓦，显卡255瓦，电表上整机的功耗为550瓦，成功达成任务。但因为我把电源供应器反装，这其实触犯了很多人在装机的大忌，所以是时候该来换颗 D15 来试看看。那研究了一下后，其实把电源供应器的风扇螺丝拆下，这个孔位其实是可以对应到前面板的。所以我只要把侧板也换地方装，电源供应器还是可以有自己独立的风道。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成功把 D15 塞进13升的机壳里头。单烤 CPU 的温度是77度，低了 U12A 5度之多。双烤30分钟后 CPU 的温度是98度，显卡的温度是75度，热点为90度，室温一样是28。CPU 的温度稍微高了一点点，但显卡的温度更低，基本上与 ZX-1 的显卡温度表现是接近的。在地平线5半小时的游戏游玩下， CPU 的最高温为74度，显卡为76度，热点温度最高是95度。
那我这边说明一下，为什么 D15 的温度会比 U12 还要高？那是因为两者的风向是相反的。D15 这样子的配置是会吸到显卡的热气，而 U12 这样是不会的。那为什么我不把 D15 的风扇反着装，让它不吸显卡热风呢？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的电源供应器的位置已经挡住了一大部分的出风口。在 6800XT 本体是进气的状况下，所以我这边就不让 D15 也一起加入进气的行列，我担心废热会跟着出不去。总结苏狗16这次成功达成6800加 D15 双烤不降频的目标。那13升的 ITS 能够不靠水冷来支持超过550瓦的整机功率。如果你有开过 Prime 95最严苛的测试，你就知道这个是很艰难的事情。那这个 D15 的改装版本，其实前面还可以再塞2颗6公分的风扇。那如果之后有机会上更高阶的平台，会再跟大家测试来分享看看。摒除散热测试外，我在组装过程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底部跟顶部的侧板都不可以去拆。那我的风扇铁丝扣具基本上我只能靠螺丝起子用拨的，我的手根本就伸不进去。甚至很多时候我干脆就用橡皮筋去套着，或是用泡棉去夹它。那这个架构呢，其实很多 ITS 都有，但真的可以把它缩短做到13升的却少之又少。很多人看到显卡只支援到 27.5 公分就直接打叉叉不去试了。那我还是很感谢有这个产品，那让我实现气能13升的终极小钢炮。看到小小的机壳塞满这么多的零件却又稳定运行，每一个零件都经过了挑选，对我来说这才是玩 ITS 最快乐也是最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有什么想法留言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我是 Horace， 我们下期见喽，拜拜。